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我估计有些人心里不好受啊，尤其是昨天没有及时的收看我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可能真的是以为以太坊合并成功了，仅仅只会小砸一下，然后呢就是狂牛暴拉，是不是？然后就买进去了，然后就被套住了，是不是？面具人，我的操作呢还是比较谨慎的啊。昨天我看以太坊合并完成了以后，仅仅只涨了一点点，而且我感觉这个上涨的能量并不是很大，我就觉得势头不对，然后呢，我就赶紧做节目给大家来了一个风险预警。我说接下来的几天我对行情不看好，我估计还是要跌，因为马上就要加息了嘛，20几号就加息，嘿嘿。然后呢，我就告诉你们，是不是以太坊不敢买了？宁可保守一点，这钱咱哪怕不赚呢，也不要舍本，对吧？好，在我昨天做完节目警告完各位了以后 ，ETC 呀、比特币呀、以太坊呀都暴跌了，对吧？你们昨天能看到我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是不是都避险了啊？听从我的建议，不要买，咱哪怕不挣那个钱呢，是吧？不要冒那个风险，没必要。避险的观众朋友们，请给我留言打个1，支持一下我。所以说呢，看我节目一定要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冒风险了，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了韭菜了，那可不能怪我啊。那面具人的节目都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你不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无法的第一时间收到我的买入消息或者是撤退消息、避险消息，真的是很遗憾哦。那以后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以后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包括你的狐狸钱包地址。也有可能我会忘了说数字啊，那就是没有数字。反正呢，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那为了公平起见呢，你们的留言暂时隐藏，3天之后我会把它显示出来。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价值0.1个以太坊的 Internal Broad 的召唤石啊。好。今天要来接着昨天的一个很严重的话题来给大家说一下，那就是你们的人民币马上要归零的事儿啊！我真的不是吓唬你们啊，真不吓唬你们。你仔细听完我今天的节目，你听完了以后你还不害怕的话，你可以喷我，可以照着我脸上打 ，O 不 OK？ 好，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先想跟大家说一些思想上的问题啊。那就是在风险投资市场，不要存在幻想，不要侥幸，这就是一个残酷的屠宰场。这个领域不存在什么善良呀、希望呀、梦想呀啥的，在这里有的只是最原始的弱肉强食。为什么我说不要存在幻想呢？很多人是不是当初都有这种心态，幻想接下来的市场会回暖？牛市可能会来，市场再怎么样跌，还是会能涨一点吧，市场好一点，我就能赚到点钱。还有人呢，那个幻想就更离谱了，幻想自己通过什么技术分析呀、画 K 线呀，就能预判出来开空还是开多啊，开空开得准了，开多开得准了，也能赚到钱。好，面具人，我现在就叫你们别幻想了。你看面具人，我说的对不对啊？很多玩家尤其是小白新手，早期都喜欢幻想，而当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以后，或者是被土狗割了，或者是觉得发现自己做合约怎么样都不赚钱，别人都能赚钱，自己一开就不赚钱，被割惨了以后，也就不喜欢幻想了，也就开始慢慢的会谨慎操作了。当然不排除那些傻逼你怎么割都割不醒的那种。有同感的请留言打个1啊。好，今天咱们首先来讲一下以太坊合并之后最影响行情的一个大事情啊，那就是美联储21号加息的事情。北京时间的话，应该是22号凌晨。本来之前市面的预测加息幅度应该是75个基点，可是现在通货膨胀还是控制不住 ，CPI 的数据表现明显不佳表现不好。那这个 CPI表现不好，就会导致美联储加息的力度可能会更大。目前各个机构评估美联储加息100个基点的概率已经飙升到了48%，之前可是几乎没有加息100个基点的概率啊。
现在呢，反而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在降低，而50个基点的概率直接就归零了，不可能加息50个基点了。那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这个金融市场啊，会更为的残忍、严峻和蛋疼，因为融资成本变高了。本来面具人我想说啊，加息50个基点或者加息75个基点都不算太大的利空，甚至还可以强行解读为利好。只要不是加息100个基点啊，毕竟嘛，市面上心里已经默认接受了啊，加息50个基点或者75个基点，对吧？可是万一再给你来个加息100个基点，那真的是太可怕了。面具人我就寻思，美联储这是要搞高利贷了吗？啊，他这是要逼死其他的金融市场的钱啊，把这些钱都全部回流向国库美债吗？啊，是这些钱全回流到国库美债。那你美国能承受这么大的利息吗？4.5%、5%的年化，好呀，我靠！你带头搞高利贷，那行了，大家都不要去搞投资了，直接就把钱放给你政府搞吧。那要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操了！我现在就不炒币了，我干脆炒优、炒美金好了，对吧？零操作，躺赚，我质押优、质押美金还能拿利息，这样算下来利润可不少了，对不对？我每天把这个 USDT 质押到一些平台上面领利息，然后嘞，这个美元它本身就躺着赚。你们看一下，现在美金对澳币对人民币的那个汇率啊，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真的是躺赚呀。我上期节目也提到过这个观点，对吧？其实为什么我现在啊敢给你们提这个建议啊？拿美金，你看啊，华尔街、高盛等各大机构都已经预测了，美联储的最终利率将会达到4.75%，甚至有可能会更高。那美联储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就证明它必须得连续2次75个基点的加息，要么呢就是一个100个基点的加息和另外一个50个基点的加息。无论怎么组合，它都是猛药。而我们也都知道，加息必然会导致美元指数上升。那美元指数上升了，美金就更值钱了，美金值钱了，你手里面的优也就更值钱了，对吧？你拿着优，你啥都不干，也不用炒币，就放在那儿，你还不冒风险，是不是？然后你的优就升值了，你就躺赚。你现在买优，然后呢，等人民币贬值了，美金升值了，然后你再换回来，对吧？你躺着把钱赚了。而且呢，现在还有一个情势，一个机会是什么？美国这边在加息，中国这边在降息啊。那你们知道不？降息就必然会导致人民币贬值。那说到降息了啊，我告诉你们，这一招啊真的是可怕了。虽然在别的国家来说啊，降息对老百姓有一定的好处，是吧？可是在中国不一样，因为中国的物价不是市场决定的，中国的物价是由政府决定的。中国一旦降息了以后，这真的是要抽干老百姓的财富了，这真的是抽干老百姓财富的绝招了。你们仔细看啊，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也是非常的厉害。你把钱存银行也没啥利息了啊，对吧？然后再给你降个息，你就更没啥利息了。你把钱放银行跟没放一样，那你不如拿出来用，搞投资或者消费。OK， 你投资，国家一会儿这个政策，一会儿出那个新政策，管得越来越严了。你好不容易投个生意做起来了，然后呢，国家给你收割了，你的投资最终就是打水漂啊！你别觉得你牛逼，那马云牛逼不？刘强东牛逼不？啊，王健林牛逼不？这些人不都被收割了，对吧？国内现在做啥生意都不好做。哎，聊天室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在国内大陆做过生意的啊？你自己说一说你现在心里面的感受，在国内现在做生意恶心不恶心啊？跟江湖时期能比吗？对不对？好，你说不做生意，咱们消费，行，咱消费，那你现在动不动给你弄个封城呀，让你买个什么放心蔬菜呀，买个英雄蔬菜、英雄肉呀，你就买高价蔬菜、高价肉呗，对不？然后隔三差五再给你来个什么检测费呀啥的，对不对？总之呢，你把钱你不存银行，你也得拿出来用，你的钱很快就被消耗完的，明白了没？好，你说你不花，行，你不花，好 ，OK， 这一招我党也给你安排好了。数字人民币袁管家来了，
这个玩意儿可怕得很呢。来，我给你们看一张图啊，我把这些内容念一遍啊，你自己体会一下，你就知道有多可怕了。来，仔细看好了啊，它主要有3大功能：一是以消费券为代表的民生领域，通过消费券定向场景使用的方式来提振消费。比如目前试点的数字人民币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区已经开展了多轮消费的红包活动。这类消费红包不能转账，无法兑回银行账户，只能在指定的商户消费使用。各位听懂了没？指定的商户、指定的地域，能买什么，不能买什么，并且呢，不能兑回银行账户。这具体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电子粮票？不用我多说了吧？很多人可能会给我硬凹说那现在人家只是搞了一个这个消费券嘛，并没有说要把你的钱全部要定向消费嘛，只能在北京用或者不能在上海用。来，面具人，我告诉你啊，现在是让你用券，只是为了让你熟悉功能，给你心理按摩，让你慢慢的适应，不能一次性把你刺激到位啊！毕竟钱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对吧？现在让你用券，那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以后呢？券它也总得用钱换吧？是不是？你总不能说啊，你这个券就是凭空无中生有的，然后你就拿去能换大米换油了。那好了，那我们都不用上班了，光拿这个券去换吃的就行了嘛，对不对？不可能的事情嘛。现在是让你用券，只是让你引导一下、适应一下，而且这个券呢，还是要有一定代价去兑换来的。除非你是运气好，能做个活动让你领个什么券呀啥的，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你知道不？那如果说搞什么消费定向了以后，那你的钱能在哪儿用？比如说只能在河南用，深圳的人不能在北京用，或者说能买面的钱不能用来买油，能买油的钱不能用来去坐公交车。我就打个比方啊，你每个月的餐饮费、交通费占你工资的收入的比例的多少，都可以制定好的。很多人还抱侥幸心理，还有幻想。我告诉你，不要有幻想。谁有幻想，谁就是傻子。现实就是现实，明白了没有？不存在什么幻想。就跟我开头告诉你们的，今天的思想主基调就是不要存在幻想。你存在幻想，你就等着被割，割的就是你们这帮做梦的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顶层人造梦，下层人跟着做梦，懂了没？你们还记得最早的时候国家会说健康码当初只是个健康码呀，只是为了防疫用的不会永久存在的，不会长期使用的。来，各位现在看一下，现在健康码已经进化出来了多少种功能，什么行程码呀，还要关联学习思想呀，甚至还能监控高考呀，监控你的活动范围，还有监控你的上班打卡，这些功能都有了，对吧？而且面具人我也早早给大家预测过了，这些也已经是常态化的存在了明白了没？你们以后就可以带着这什么电子镣铐，你就过日子吧。各位，你们仔细想一想嘛，你以后挣到的钱就会变成怎么花，能在哪儿花，花多少，值多少钱，都是党控制的。那你的钱已经不是钱了，明白了没？你的那个钱是没有意义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它的这个图片里面写的另外一个二是通过规则设定在预付式消费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原管家的应用开辟了预付式消费的资金管理新途径，重要的费用自动预付OK， 来，面具人，我想告诉你们什么是预付电费、水费、房租、社保、公积金、医保，我不说预付这些是有预扣的功能吧？是不是？按理来说，你这个月交的就是这个月的，甚至你就是这个月交上个月的，或者说是有按天交的，都可以来，预付，这个预付可怕是在哪儿以后你的收入构成，你的工资构成，电费占多少，公积金占多少，水费占多少，房租占多少，都可以预付
都直接就从你的收入里面自动划扣掉了。你说你不想交社保，不想交公积金，不想交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不行，没门儿。社保你必须交，公积金你必须交，医保你必须交，不交不行，不交你也没得你选，反正就是自动从你手机里面扣了。哼，好，再继续看它这个啊，3，在普惠金融领域，凭借着数字人民币可追溯等技术可以追踪资金流向，保障贷款用途。可追溯功能，面具人，我想说这个技术可不仅仅用于金融领域它这个技术的核心很全面，追溯，只要他想查，他都能查得明明白白的，不单限制于金融领域它这个技术架构是可以延伸到所有领域的好，老观众朋友们可以回看一下我2年前的节目我当时出过很多期节目讲数字人民币这些功能以后都会出现什么样恶毒的功能、可怕的功能。当时很多人还不信，说觉得没事儿，不可能好着呢。来，各位现在感受一下，好着不？没事儿不？是不是后悔那时候没听面先知的话了？我预言的这些功能可都实现了老观众可以给我作证，对吧？打1留言一下，给我做个证。那如果说数字人民币都把这些功能实现了，这样的话，你的钱就不是钱了，对吧？如果说你想保财保命，顺带赚点钱的话，你有这个心态，你有这个明智之举的心态的话，我建议你还是把钱先换成优先，然后再做考虑。至于币的操作，炒不炒币，我觉得你先把稳一点先留得青山在，也就不怕没柴烧了。反正我觉得到加息日之前拉升的可能性是有的，我预估可能也就是50%的可能性它会拉，但是也拉升不到哪儿去，毕竟时间太紧，因为现在都16号了，到加息日也就4、5天时间，5、6天时间了，而且市面上的资金也非常有限，所以说你说它能拉多少？小幅的拉升是有可能的，那这是拉的可能，那万一还砸呢，对吧？还有一种可能性不低那就是一路拉稀，一路跌下去，跌下去死给你看，这种可能性也不小，我估计能有个30、40%再剩下的呢就是横盘的可能性，那也就是10%、20%的可能。总之呢，现在盘面很凶险，你如果不是抱着你是信仰者，你把它长拿个3年5年等到下一个牛市，我建议你现在还是先留得青山在，因为机会还是有的。美国如果说在22号加息，加到100个基点，或者是加75个基点，那美金肯定是上涨的。你可以做这么一个操作，你把你的钱全部兑换成 USDT， 反正 USDT 它不会像币那样动不动就跌，对吧？它只是跟着美金的汇率走。你哪怕换100万，换200万都行，把你全部钱全梭哈成 USDT 然后呢，那个谁，鲍威尔一宣布加息，然后美金一涨，你再把它换成别的资产，你躺着赚钱，这是一个没有任何风险的、稳稳的能赚钱的思路，对不对？其实现在很多人被以太坊给套住了，或者是磨刀霍霍的准备再买一点以太坊。面具人，我前几个节目在以太坊合并之前，我就说过，以太坊合并搞得这么火急火燎的搞得这么激进的，又是提前再提前的，就是他不自信的表现。而且你想嘛，合并这么大一个史诗性的事件，撒了多么大的矿工，把这些矿工全部都活埋了，然后呢，它的币价也没咋拉，也没咋涨。那你告诉我，从现在开始到加息日，能把以太坊的币价拉到哪里，还真的是个大问号。我顺便给大家辟谣一下有些网上的水军说这一次以太坊大跌是因为 ETHW 导致的大家都去买 ETHW 了因为我给你说一下这个逻辑为什么
它会把这个谎能圆成 ETHW 导致以太坊跌呢？就是因为ETHW 搞了一个活动会抽取一些持有以太坊的人，给他们空投 ETHW， 那就会导致大家为了领 ETHW 就大量的去买以太坊了，然后呢，等领到空投以后就把币卖了。面具人我就想说ETHW 顶天了也就那么1、2千、2、3千个华人在玩，对吧？拜托你说1、2千个人、2、3千个人就能把以太坊这么大一个盘面给砸下来，那这1、2千个人都得是身家千万级别的人了，我告诉你，而且都基本得把这个大部分资产拿出来全部用来砸盘了，是不是？有病呢！而且最傻逼的是我在以太坊1700的时候，我把它买过来我就是为了领那个不知道能不能领得上，也不知道它的实际价值到底有多少的所谓的 ETHW 的空投。然后呢，我1700买过来领空投，领完空投了以后，我在1400把它卖出去，我是不是傻逼小学算术不及格。所以呢，各位观众华人币圈里面的骗局也不少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去看那些炒作的蹭热点的东西。有些钱该你赚，有些钱不该你赚，不该你赚的钱你咋都赚不到，你赚不到的钱就是赚不到，你只能看，明白了没？就跟别人说他在那个赌桌上今天去了一趟拉斯维加斯，明天就回来买了几套房子你羡慕不？你羡慕你也可以去试一下，试一下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我建议大家这段时间真的，我是说良心话可以找一点实体稳定的收入来源，比如你上班呀，弄个商店呀，用自己赚来的稳定的收入比如说你一个月赚上个1万、2万，赚上个3千、5千，那你可以拿出来个2、3千、3、4千用来炒币，你是有造血功能的，这个钱你哪怕亏了，你也不伤你的根儿因为你是有持续的盈利能力的。可是你纯粹的你天天就是空了多了，那真的是很伤人的，对吧 ？OK， 如果你担心你自己的胜率不行，对行情风向的把控能力不好，想让自己的投资更加稳妥，风险更小一点，利润更大一点，你可以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联系我办理会员入群手续。OK， 祝你好运，再见。